这是一部比我唾弃你的屏幕系列还要虐心的复仇爽片。聋哑女孩惨死人渣之手，化身恐怖魔兽大开杀戒，即使剩下断肢残臂，也不放过那些罪恶之人。友情提示：本片口味偏重，请大家谨慎观看。超大尺度限制级电影重创现在开始。故事还得从这个失聪女孩说起。这天，她独自驾车前往新墨西哥州寻找许久未见的男友黑哥。女孩满怀欣喜地踏上旅途，还时不时拍摄沿途风景给男友报告自己的实时坐标。空旷的公路上，她一边开车一边发送照片，没想到一个大活人却突然杀了出来。还好女孩紧急避让，才躲过了天灾人祸。然而对方还是痛苦地倒在了地上。女孩以为遇到了碰瓷专业户，就在她冥想应对办法时，却看到了更为恐怖的一幕。看到这群亡命之徒的恶行，女孩担心那个碰瓷者被撞死，就决定将其带上车一起离开。然而她还是晚了一步。此时那4个壮汉已经来到跟前，女孩拿出小刀不停挥舞，可这些人不仅不害怕，反而肆意嘲讽她的见义勇为，甚至还用2米大砍刀活活刺死了碰瓷者。女孩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就推开这些人向远处跑去，只是这大长腿还是败在了子弹手下。等他再睁开眼睛时，已被铁丝捆绑在床，同时身体也被折磨得伤痕累累。可这群人渣却不打算放过女孩，还将手枪塞进她嘴里进行羞辱。完事后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禽兽蹂躏。随着一声声无助的惨叫，女孩的伤势也是越来越严重。另一边，男友在苦等女友无果后，便开始查找那些照片坐标，寻找线索。他发现女友在新墨西哥州边界失踪，于是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此时已是夜晚时分，小胡子又来到女孩身旁，享受折磨的快感。他得意忘形地谈及到了祖先们斩杀印第安酋长的光辉事迹，更是大方地打开保险箱炫耀战利品，甚至还表示会继续斩杀印第安人光宗耀祖。看着这个不会说话的乖乖女，小胡子便找到长发男商量她的去留问题。他觉得女孩性情温顺，应该留下来供兄弟们玩乐，可长发男却担心夜长梦多遭来麻烦，应该尽快杀人灭口。无奈之下，两人只得用纸牌打赌来决定女孩的命运。此时小黑屋里的女孩也想到了和男友的海誓山盟，两人相约永远在一起。靠着这个强大信念，女孩秒变女强人，直接将手臂从铁丝中硬生生挣脱了出来。就在她拖着虚弱的身体逃跑时，却正好被准备行凶的长发男逮个正着。原来长发男赢得了那场赌局，虽然女孩奋力前行，但很快就因体力不支而惨死他手。时间来到第2天，黑哥正在沿途寻找女友的踪迹，殊不知女友早已被深埋地下，并被一名印第安老巫医及时发现。老人知道女孩被那帮畜生所害，当即就决定用巫术帮她起死回生。老人先将秘制草药涂抹于女孩的伤口处，接着一边念咒语一边跳大神。很快女孩就有了反应，原来巫医不仅复活了女孩，还把当年被小胡子祖先杀死的老酋长召唤了回来。现在他的冤魂已经附在了女孩体内，他要利用这个肉身报复小胡子等人。老巫医察觉不妙，急忙上前阻止。虽然他一掌击晕了老酋长的灵魂，然而没过多久，女孩就清醒了过来。她看着四周真实的一切，以为自己并没有死，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小镇上寻求帮助。正好看到了不远处的公用电话，她急忙拨通了男友的电话。此时奔波了一天的男友正在小旅馆里辗转反侧，当听到对面含糊不清的声音后，他确定女友身处险境，就想获取具体位置去施救。但是女友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无奈之下，男友便让女孩原地等候，自己则联系警察定位电话亭的位置。就在这时，一辆警车正好从身边经过，女孩以为遇到了救星，本能地走上前求助，没想到下来之人竟是先前的禽兽之一大背头。这一刻，女孩心中的怒火再次燃起，毫不知情的大背头径直来到酒吧消遣，还不停对着老板调侃最近失踪的聋哑少女，却不知女孩正向着他慢慢逼近。酒吧老板看到后满脸惊愕，大背头不以为然地转头看去，结果下一秒他就被女孩开肠破肚。酒吧里的其他人见情况不妙，就想上前帮忙，可此时的女孩根本不惧，咔咔2下就将2人当场秒杀。大背头一看救兵全军覆没，就想用自己的警察身份再威胁一把，没想到复仇心切的女孩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就用酒瓶帮他完成了解脱。等黑哥按照警方提供的定位找到酒吧时，发现这里早已被警戒线封锁。黑哥以为女友发生意外，就想冲进去一探究竟，结果却被胖警长一把拦住。对方说里面刚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而凶手就是黑哥所说的聋哑女友，这让黑哥很是震惊，因为女友连小动物都不敢伤害，又怎会连杀3条人命呢？就在这时，小胡子等人也赶到了这里，他们看到惨死的同伴气愤不已。黑哥看到这些人就想上前打听女友下落，可这些人根本无心搭理，只想尽快找到杀害好兄弟的凶手。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黑哥却说女友1小时前在这里打过电话。此话一出，所有人全都亚麻呆住。通过他们的表情，黑哥猜测女友的失踪肯定和这些人有关，于是他就上前继续追问，结果却遭到了这群人的集体对抗。还好胖警长及时出面阻拦，才避免了皮肉之苦。第2天一早，女孩被刺眼的阳光照醒，原来她离开酒吧后就来到了这里避难。女孩打开录音机，享受着舒缓歌声，没想到
到刚听到一半，里面就突然传出一阵刺耳的声音。与此同时，旁边的帘子也自动拉开，映入眼帘的则是满墙的狩猎工具。女孩看后露出邪魅一笑，同时一个新的复仇计划也悄然萌生。画面一转，来到几个壮汉这里。由于昨晚的惊魂一夜，他们便来到埋葬女孩尸体的地方查看，结果却让这些人大失所望，因为这里除了一块腐肉外别无他物。那尸体到底去了哪里呢？难道真的是死而复生了吗？如果被杀的警察真的是女孩所为，那么女孩的下个目标肯定就是这些人。意识到这点后，几人就决定销毁罪证，连夜跑路。殊不知女孩早已化身复仇天使，等候多时。她拉满弓箭，蓄势待发。很快，酱油哥就在惨叫声中变成了一具带刺的死尸。完事后，女孩回到仓库歇息，她发现镜中的自己满是伤痕，奇怪的是伤口处却并无血水流出。她知道自己和男友已无法再续前缘，就摘下了代表着至死不渝的订婚戒指。与此同时，腐烂肉皮也随之脱落。女孩震惊不已，急忙解开纱布查看，却发现身体正在不断溃烂。这一幕让女孩彻底崩溃。她第一时间找到老巫医询问缘由，而老巫医也毫不忌讳地全盘托出。You were pretty far gone when I found you. I patched you up the best I could. Then I attempted to bring you back. By the time I reunited your body with spirit, your heart gave out, and you died. In any other case, you would have remained dead. But the chief is cunning and quick. He entered your body at the same time, and you became one. But know this, the flesh will not sustain for long. So whatever must do, do it before it's too late. 另一边，小胡子也发现了酱油哥的僵硬尸体，他认为这又是女孩的报复行为。可长发哥却说，一个弱女子根本不具备杀害壮汉的能力，她肯定是被邪恶的超自然力量所操控。小胡子才不管那么多，一心只想抓住那个聋哑女孩。第二天，女孩找到黑哥做最后告别，黑哥看到女友的身影从窗口飘过，便赶紧朝门口走去。结果刚打开门，小胡子等人就闯了进来。他们二话不说，直接就将黑哥打包带上了车。光头男一脸得意，然而下一秒他就被刺穿了脖颈，而行凶者正是那个杀气逼人的聋哑女孩。小胡子见状，猛踩油门疯狂逃窜，女孩也毫不示弱的在后面加速追赶。他一个飞身就跳上了车厢，和长发男展开殊死搏斗。长发男依仗自己的强壮身躯疯狂进攻，但很快他就被打得节节败退。虽然长发男有锋利匕首，但对于死尸而言却毫无杀伤力，即使捅上上百刀也照样不死不灭。女孩凭借大长腿一脚就将长发男踹进了驾驶室。小胡子一看队员败下阵来，又一脚刹车踩到底，女孩一个不留神就被甩到了车前。为了彰显自己的心狠手辣，小胡子又开车从女孩身上碾压而过。本以为他会彻底凉凉，没想到女孩却再次站起。小胡子见状一刻也不敢停留，开着车就消失在了路的尽头。他们来到秘密基地商量对策。长发男表示交战中女孩身中20多刀，可他却不痛不痒，好似金刚之躯。很显然他已被巫术操控。这时小胡子突然想到了多年前被祖先虐杀的印第安酋长，因为只有他才会这种巫术。为了将女孩彻底消灭，他们还召集了大量援军过来支援。另一边，女孩正在修补自己的残缺躯体。她先是用胶带缠住骨折的手腕，再将腐烂内脏掏空后用草木灰填充，最后再用胶带将伤口紧紧缠绕。一番简单粗暴处理后，身体也基本复原。可自己的狩猎弓箭又该怎样修复呢？就在这关键时刻，天色骤变，下一秒女孩的身体就不受控制的随意扭动，接着一束绿光就从她的身体里分离开来，幻化成一个人形来到对面，而他就是印第安老酋长的亡灵。他慢慢爬向女孩，用力垂向地面。随着亡灵的消失，3件开挂神器也腾空出世。另一边，小胡子等人也准备就绪。此时他们正等待女孩自投罗网，同时被当作诱饵的黑哥也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了女友的悲惨经历。对此他恨之入骨，只想将这些人碎尸万段。无奈自己现在手脚被困，根本无计可施。就在这时，被刺穿脖颈的光头男为了保命，正悄悄开车向医院驶去。结果刚开出大本营，就被女孩挡住了去路。小胡子等人循着声响看去，只见一个无比硕大的身影就从女孩身后显现了出来。众人一看，瞬间傻眼，急忙返回房间躲避，却不知女孩早已在神秘力量的保护下来到了他们身边作怪。随着灯光的不停闪烁，房间里也乱作一团。援军老大害怕的疯狂叫嚣，结果下一秒头顶的铁链就突然掉下。小跟班一看老大人头落地，连忙开枪。女孩为了躲避，迅速爬上屋顶，但还是没能逃过子弹的射击。小跟班以为女孩已死，兴奋的大叫。然而下一秒，这时长发男也正好来到这里，看到惨死眼前的好兄弟，他气愤的四处搜寻女孩的身影，很快就在一个角落找到了她。
一人一鬼四目相对，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好在女孩拥有不死之躯。小胡子闻声过来查看，正好看到了长发男颤抖的双腿。这时女孩缓缓走出，当着他的面就吞下了这个刚出炉的小心脏。小胡子被吓傻，连忙开车逃跑。昏暗的房间里只剩下黑哥一人，女孩不舍得来到男友身边，同时黑哥也从破碎的镜片中看到了女孩的恐怖模样。他极力挽留，想见上一面，但女孩还是选择了转身离开。另一边，小胡子也找到了老巫医，他威胁老人赶走女孩身上的老酋长灵魂，可老巫医却说，只有你们家破人亡，老酋长才会安息离去。不多时，女孩也追到了这里，而小胡子早已做好准备，他从车上拿出一把电锯，开始与之正面交锋。但这对女孩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没过2分钟就将小胡子的手臂完美切割，小胡子疼得嗷嗷乱叫，不停挥舞手中的电锯。女孩见状，直接就将匕首插进男人腰间，同时小胡子也嘶吼着将女孩一分为二。这时女孩也再次发力，让他人头落地。等黑哥赶到时，只剩下2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不停呼喊女友的名字，这时不远处正好传来低沉的抽泣。他闻声走过去，只看到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此时女友的半截躯体就掩埋在土坑里。为了让女友彻底解脱，黑哥含泪焚烧了眼前的挚爱。随着熊熊大火的燃起，女孩和老酋长的灵魂也双双腾空。黑哥对于自己的做法充满质疑，可老人却给出了肯定答案。What exists a better place. A beautiful world that awaits us all.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I have seen the gates, though I have not been permitted. At least not yet. 风和日来，带我走向大海。谁能想到感情还能出卖？